当海龟、熊猫遇到家乡竹子，轮番上演花式掰竹大法。只见小奇迹使出牛劲，用手破竹，还试图用脑袋顶开，就是说挺突然的。或许是想跟竹子比比谁的命更硬。恼羞成怒的小家伙直接上演抹博士掰竹，感觉吃个饭而已，他能把自己干掉。不过这已经是小奇迹有进步的表现了。先前吃细竹竿时更是主打乱七八糟，真怕这小子一不小心给自己拉个双眼皮。回国半年多的小奇迹都尚且如此，刚展出的福宝更是手足无措。这天徐奶爸给小福拿来一根长竹竿，长到连屏幕都装不下，直接给他整不会了，从头捋了一遍都没找到能下嘴的地方。对此福宝表示，吃个饭也太难了吧，毕竟爷爷只教过如何用长竹竿钓鱼，没告诉福宝吃的时候要如何掰开。而宋爷爷得知福宝不会掰竹子后，连夜把这门功课加入人教版教材，开始手把手教瑞宝、辉宝掰竹子。不过看到宋爷爷这一脸扭曲的表情，很难不担心姐妹俩也会龇牙咧嘴掰竹子。要知道萌二的奶爸就是没做表情管理，导致他有样学样，甚至忘记龇牙后还会补上。果然，就算是在熊猫界，人教版也同样主打一个死板。都知道暖暖回国前被宠成了公主，笋笋都是剥好皮切成块再给她。上下班更是有奶爸这个人形作家，以至于他回国后腿都是9成新的。而暖暖看到整根带皮的笋笋后，整只熊直接呆住了，压根就不认识，拿起来左看看右看看，还是给扔了。饲养员却以为暖暖不爱吃国内笋笋，便费尽心思的换了很多种拿给他尝试，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他根本不认识。饲养员哭笑不得，只能耐心的从如何辨认到剥笋，一步步的教给暖暖。然而也不知是哪个步骤没对接上，别的小熊都从根部剥省时又省力，暖暖却搞错了方向，直接从笋尖剥。大马奶爸得知后又心疼又好笑，因此当依依妹妹即将回国的时候，奶爸拿来竹笋让她提前练习剥皮。谁料依依同样不知所措，一整个乱扒，剥了4分钟，最后却只吃到几片笋皮。依依内心 OS： 真的不能把奶爸带回去吗？对此有网友说，别怕，让花花帮你们剥。话虽如此，但按照我们花局的剥笋速度，恐怕最后2熊都会饿到营养不良。原来我们都错怪程大了，她其实是只伟大的双标妈妈。都知道熊猫妈妈产下双胞胎后，大多会选择抚养身体强壮的那只，可程大却格外偏爱弱小的崽崽，主打要让每张饭票平安长大。小程浪出生时体重仅仅有42.8克，还没有一枚鸡蛋重。姐姐程峰的体重和他相差了4倍之多。虽然程大妈妈才8岁，待崽经验并不多，但当奶爸把程浪交到他手上的那一刻，母爱爆棚的程大立刻把宝宝抱进怀里喂奶，用无微不至的爱把程浪照顾得非常健康。平日程大会跟小家伙亲亲抱抱举高高，甚至用肚皮摇摇传哄自家闺女睡觉。就是说这谁看了不得，感叹一句模范猫妈。然而程大对待程峰却是主打一个放养，不仅拿他当饭票换蜂蜜、盆盆奶和小苹果，不想带娃了就直接把小家伙扔屎堆里。可怜弱小又无助的程峰还因此遭到奶妈嫌弃。真的是白干净，我操！你看你妈给你整的稀脏，那个妈哟！哎呦我的天，我都想抱你去，亲你好像擦不干净了。饱受摧残的程峰便试图越狱逃离妈妈身边，可没曾想脑袋顺利钻过去，屁股却被卡住了。正当小家伙慌了神使劲扑腾的时候，程大妈妈突然起身靠近憨憨闺女，原以为要帮忙解救可怜兮兮的小程峰，谁料她眼里只有美味笋笋没有孩子。笋子到手后直接一屁股坐回去继续开选，只能说程大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。因此当奶爸来监督程大带娃的时候，愤怒的小程峰趴在栏杆上大声告状：你知道我这些天都是怎么过的吗？可无论奶爸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说程大，他依旧我行我素，放养程峰，细心呵护程浪。只能说程浪能从出生体重最轻的熊猫幼崽长成胖墩墩的大姑娘，程大妈妈功不可没。其实程大妈妈的双标从一胎就开始了，因为大美体型要比程兰弟弟大很多，姐弟俩坐在一起时常被误认成待宰母猫，因此程大会经常拽着大美拖地主打操养。而面对瘦小的儿子程兰，则是各种亲亲抱抱。只能说为了让每张饭卡都能平安长大，程大妈妈可真是煞费苦心。一只捡到的大熊猫竟然把整个村子都吃穷了。彼时在四川宝兴县的一个保护区里，小杨奶爸在后山发现了年仅半岁的高高，他不仅身患重病，连耳朵也缺了半边。小杨奶爸赶紧把高高带回基地救治，并买来面粉、鸡蛋以及牛奶等稀罕食物，做成营养美味的盆盆奶给小家伙吃。或许是在野外忍饥挨饿了很久，高高迫不及待的一头扎进奶盆里，小杨奶爸心疼不已，又拿来果果给他吃，并贴心的帮高高擦拭脏兮兮的后背。在小杨奶爸日复一日的悉心照顾下，小家伙很快康复出落，成了棒小伙子。而为了让高高在冬天吃上新鲜竹子，小杨奶爸特地跑到山上去砍并清洗干净，即便双手被冰水冻得通红，也从不叫苦叫累。可以说奶爸是真心把他当亲儿子疼。不过随着高高长大，他的饭量也逐渐大增，每天能吃10公斤竹子、8个鸡蛋及2碗盆盆奶。
虽说能吃是福，可他的伙食费都是奶爸自掏腰包，因此才过去1年，小杨的积蓄就被一口口吃没了。小杨奶爸无奈只能到村委会寻求帮助。善良朴实的村民不仅掏出自家攒的鸡蛋，还安排人员每天轮流上山给高高砍竹子。就这样，整个村子里的鸡蛋和后山上的竹子全都进了高高肚子里。小杨奶爸担心村民也会被这小子吃垮，经过讨论，决定找个合适机会将他放生。而为了提高小家伙的野外生存能力，小杨奶爸带着高高来到半野花圈养场，教他爬树、觅食、躲避、天敌等生存技能。你不上去，人家吃掉你才晓得。等到高高2岁该被放归野外时，小杨奶爸特地给他准备了奶油蛋糕，还放了小家伙最喜欢吃的甘蔗。可以说，在那个艰难度日的贫穷年代，小杨奶爸真的把最好的都给了高高。而村民也满怀不舍，和小家伙合影留念。等到高高被装进笼子里抬到车上后，小家伙紧抓栏杆，似乎预感到了别离。因此，当奶爸拿着食物诱导他走向山林时，高高直接3步1躺5步1睡，拒绝配合。最后吃饱喝足后，才慢悠悠地转身离开。恐怕此刻的小杨奶爸怎么都没想到，这小子不仅花半年时间回到基地，还凭借坚持不懈的精神混到了编制，而自己却成了高高的一生之敌。家庭条件不好的萌兰却拥有最好的饲养员，乖巧懂事的么么儿究竟有多幸运？天气炎热，别的小熊都在内舍吹空调，或是躲在树木茂盛的山头上避暑，唯有萌兰冒着酷暑在仅有的外场里营业。季奶爸看到后心疼坏了，可他给不了萌兰宽敞硬币的大院子，也无权给萌儿换有空调内场的场地，只能尽自己所能给宝贝搭一片树荫。萌兰看到季奶爸的惊喜礼物后，高兴的不行，整天都待在秘密基地里，一点阳光都晒不到萌儿身上。身旁还有季奶爸放的长颈鹿玩具陪伴。不得不说，季奶爸对萌兰的爱全都藏在了方方面面的细节里。北冻下雪后，奶爸担心地上凉，便贴心的把毯子系到铁柱上，并在地上铺了点让萌儿垫着坐，生怕孩子的屁屁因此遭罪。虽然季奶爸不再是萌兰的主管饲养员，但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会悄悄来看望孩子，并化身战歌记录宝贝的可爱瞬间。有时在隔壁院子打扫卫生时，季奶爸也会跟么么玩拔河游戏，像哄小孩似的哄自家好大儿开心。可见季奶爸对萌兰的爱从未减少。如今经常和么么互动的帅奶爸，也同样把他当亲儿子疼爱。哪怕调皮的萌兰故意装睡不搭理自己，奶爸也从不生气，而是宠溺的看着他。每次送完加餐，帅奶爸也不会离开，而是蹲在门口给么么按摩。甚至还会用自制逗猫棒逗小家伙玩。怎么感觉奶爸比萌兰还像个宝宝呢？都知道李奶爸是丫丫的专职饲养员，但他百忙之中依然会抽时间来看萌兰，并源源不断送来一捆又一捆的竹子笋笋，生动诠释了有一种饿叫奶爸觉得你饿。终于明白丫丫回国后为何能吹气似的长胖了。而徐老爷对小外孙更是爱到心坎坎里。萌兰患上螨虫眼后，他亲自来抹药。么么生病趴在木架上病恹恹的时候，徐老爷不顾危险把笋笋送到他嘴边，满眼都是对萌萌的关心和疼爱。当萌兰挑食不想吃东西的时候，徐老爷就守在一旁监督他吃饭。明明萌萌嘴里正吃着，但老爷仍坚持往他手里再塞一个。只能说萌兰胖成阳光开朗大胶囊，徐老爷要承担90%的责任。而奶妈同样对这小子有求必应，哪怕自己力气小也会他玩拔河游戏。虽然萌兰被困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但他幸运的遇到了一群有爱的饲养员，在爱的包围下养成了小太阳的性格，也在默默治愈着身边一切事物。只希望萌兰能永远快快乐乐。每只熊孩子都遇到有爱的饲养员。大熊猫的脾气究竟有多大？小白天拿竹子和面面奶爸决斗，只见小白天摆好姿势，静等两脚兽伺候，谁料等了老半天，却只等来了鼓鼓爹。不仅没有按摩服务，还在对方的注视下被迫吃掉窝头，因此憋了一肚子气的小白天对姗姗来迟的面面奶爸骂骂咧咧。或许是想到对方听不懂熊猫语，他顺手拿起竹子就往奶爸身上招呼。面面虽然不懂小公主为何会生气，但还是讨好的递给他竹篮玩。小白天更气了，一巴掌打落篮子，随后又抱起玩具球一阵拳打脚踢，感觉要不是有铁门拦在父女俩中间，小白天能把面面团八当球踢。而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更是暴躁美女，只因自己没坐稳，当众摔了个屁股墩，她就气鼓鼓的把椅子扔到沟里，甚至因走路没看路撞到了苹果树。越想越气的喜乐第二天就把树给刨了。最近二姑奶奶又觉得生活索然无味，于是大晚上加班把躺椅给拆得稀碎，咬烂的残渣扔得满地都是。然而即便二姑奶奶搞了破坏，冯奶爸也不敢说闺女一句不是，毕竟喜乐是真的会骂人。对骂我，还回头冲我乐了一顿。我靠，当时心里就炸了，我说这家绝逼在骂我。当凤仪准备找个舒服姿势吃竹子时，没曾想一个没咬稳竹子就掉了下来。恼羞成怒的凤仪直接掀翻小饭桌，不能吃就都别吃，烦死熊了。这天季兰吃到了不合口味的竹子，
忍不了一点的他泰山压顶，将竹子整稀碎，紧接着扭头又去霍霍盛小子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直接发挥绝地的命。而当滚滚发现洗菜池的水被弄脏后，双手使劲倒腾池水和里面的竹子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小子的愤怒。竹子没洗干净怎么吃？吃西北风吗？滚滚本想跑到木架上缓缓情绪，结果一个狡猾直接压断了支撑棍，又羞又恼的他开始生胖气，倒挂在树上朝空气挥舞喵喵拳。当红山动物园的滚滚被迫加班时，立马开始发脾气，在园区内一通捣乱。只见他对着院里的各种设备又咬又拽，目光所及之处均留下了他的牙印，最后更是被气到在门口撒泼打滚，满脸都写着罢工2个大字。海南岛岛主共共因为玩具掉了，恼羞成怒的他把错推到工作人员身上，冲过来就是一顿骂骂咧咧。要不是你突然之声玩具也不明，不得不说大熊猫不愧是国宝，怎么生气都能这么可爱。如果熊猫界有武林争霸大赛，谁将是最强王者？第一位福宝。当初福宝闭馆3月后强势归来，过于兴奋的他在吃饱喝足后，竟当着全球直播镜头大跳女团舞，姿势妖娆到把导播吓得瞬间切远景。只能说不愧是在韩国进修过的熊熊，身材管理相当到位，腰是腰定是定的。第二位灵魂舞者灵岩，熊猫界第一显眼包，最擅长蹦迪，叼起道具头一甩，一整个爱谁谁的架势。胖妍不仅节奏感强，还热爱冲浪，不仅是天天踮脚，还是张元英转圈，这小子都能轻松驾驭。可当胖妍一时兴起在直播间大跳甩臀舞后，竟然直接把美女依依的直播间给干封了。而看到福宝大跳女团舞，导播却帮忙遮掩时，胖妍骂骂咧咧的退出直播间，清汤大老爷。为什么福猪猪不封就封我？我要告到中央。第3位冰城，长相帅气，号称熊猫界颜值担当，最擅长的才艺就是太空漫步。而当初冰城和福宝做邻居时，两熊就经常凑到小窗前窃窃私语，想必就是在互相交流舞蹈经验吧。第4位梅兰肉肉，虽然我们肉姐300斤的体格子，还是千金女团中的常驻选手，但她实力诠释虽然胖，但真的很灵。第5位技校，由于技校的名字谐音是技校，它还有个响亮的英文名字叫 K-pop， 因此为了支撑起基地的业绩，他脚踩树枝毫不畏惧的大秀热舞。第6名芒仔，当初刚做完月子的芒仔终于出外场，重获自由的感觉让他有些过于兴奋，干脆直接在木架上大跳扭扭舞。第7名梁月，身为虫洞杂技团招牌选手，身高1.8米的他最擅长摇摆舞。第8名姚一佳，擅长扭腰舞，并且节奏感很强，边扭脚丫子边打着节拍。第9名雅一，身为广州动物园唯一指定靓女，雅一的拿手绝技是空中瑜伽。真笑看不见，你沉醉了美，白雪夏夜我不停歇。不过如今的他只想享受收租婆生活，不仅上班摆烂，还会自己关门表示营业结束。如果熊生不摆烂，那将没有任何意义。而网友们觉得哪只熊熊还能加入其中呢？看到徐奶爸解释叫小福的原因，才明白他是真把福宝当亲闺女了。他已经3岁多，我38级了，所以应该叫他小福。别看徐奶爸接受采访时紧张到频频闭眼，浑身发抖，但只要提到小福，他紧闭的双眼就会立马睁开，满脸骄傲的夸奖他有多聪明懂事。都知道华丽的冲天炮损损火遍全网，徐奶爸心想别熊有的自家闺女也要有，便特地给小福送来2根加特林大笋。福宝照例先把笋尖尖消灭干净，起初他还能小口小口的优雅吃着，但一想到往后都是这般神仙日子，就忍不住兴奋，于是直接躺着炫饭。剥笋皮时还用小脚丫帮忙举着，或许是因为吃的太过惬意悠哉，一个手滑笋笋还砸在了脑袋上。就是说小福是想猛死姨姨们吗？都说饲养员好不好，熊熊最有发言权。看小福同学这四仰八叉的大爷躺姿，就知道他有多满意如今的生活。当徐奶爸抱着加餐让福宝过目时，小家伙不知怎地用熊腚回应对方，感觉奶爸背影满满的无奈和宠溺。徐奶爸便先把加餐放到木架上，随后1步3跑的回去放猛猪出栏，生怕晚1秒开门小福就饿瘦了。此外，为了让福宝多吃点主食，徐奶爸每天亲自去砍最新鲜的竹子，可做梦都没想到小福不会掰竹子。只见福宝从头到尾捋了一遍都没能下嘴。
心里直发愁，来之前也没人教我怎么排呀。最后干脆竖起来上演吞剑式吃竹大法，而小奇迹抹博士掰竹同样奇葩，感觉吃个饭而已，他能把自己干掉。因此网友戏称两熊为卧龙凤雏，就是说好歹都是顶流明星，姨姨们还是给熊家留点面子啊。而福宝为了和徐奶爸同甘共苦，直接跑到镜头下大口吃铺竹叶。果然徐福记主打的就是相爱相杀。当徐奶爸在内射摔竹子的时候，福宝不仅没有害怕，还好奇的回头看，最后更是躺下撅起屁屁，边吃边监工。小徐好好干，不然把你挂网上。或许这就是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吧。每当徐奶爸呼唤小福回家的时候，小家伙就会迅速爬上树拿捏对方，逼得奶爸不得不拿出笋笋诱惑他。可福宝还想要更多倔强的不可回头，结果徐奶爸一句再不回来就没得了，直接反过来拿捏住了小福的软肋。看样子福宝的小心思徐奶爸一清二楚，不知徐福记还能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看到小奇迹吃王奶爸的醋，才明白回国后的他被宠成了孩子。最近王奶爸被安排照顾多只小熊，无法像先前那样经常去看望小奇迹。小家伙见不到奶爸，心情也格外郁闷，于是就爬上树四处搜寻对方身影。可没曾想自己心心念念的奶爸竟然在隔壁院子照顾紫嫣大叔。小奇迹直接炸了嘴里，骂骂咧咧。芊芊在时天天夹子音喊芊芊，好不容易把他熬走，又整天在紫嫣身边转。这些天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。小奇迹决定要让所有人知道自己的厉害，于是边给自己松松筋骨，边琢磨如何放大招。随后就见这小子一掌劈开树上的保护壳，动静大到把隔壁紫嫣大叔吓得一激灵。小奇迹趴在树上目睹对方落荒而逃，内心痛快不已，真是个胆小鬼。紧接着 Tony 奇开始帮王奶爸修理树枝，枝繁叶茂的小树瞬间变成光杆撕裂。保安大叔憋着笑赶紧掏出手机摇人，闻讯赶来的王奶爸直接傻眼，认命的扛走树枝。只能说这小子不愧是奶爸的好大，知道不论如何调皮，对方永远不会责怪自己。当熊猫华丽的冲天炮笋笋登上热搜后，王奶爸心想别熊有的自家孩子也要有，于是扛来一根史诗级大长笋给他吃。只是牌面有了，小奇迹却不太会吃，对此他表示奶爸要不还是剁两刀吧。此外，为了让小奇迹体验传统节日端午节时，王奶爸亲手准备了特制粽子。奶爸专心摆放食物，小家伙歪头看着他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猫粉们也被父子俩的感情打动，纷纷戏称奶爸为王奇迹。王奶爸听后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，可见他是真心把小奇迹当亲儿子疼。都知道小家伙对声音特别敏感，有次周围的游客小朋友非常吵闹，被惊吓到的小奇迹丢下手里的笋笋，在场地里四处奔跑找寻能躲藏的地方。王奶爸得知消息立马赶了过来，冒雨呼唤安慰小奇迹近半个小时。看到小家伙委屈巴巴的跑回家后，奶爸赶紧拿着笋笋苹果去安抚他，告诉宝贝要化悲愤为食欲，就是说有奶爸这种养猪是头为大法。难怪小奇迹回国后吹气似的变高变胖，只希望小家伙未来熊生都快快乐乐，每个熊孩子都能遇到真心相待的饲养员。看到奶妈在萌儿面前跳舞互动，才明白他究竟有多爱二小子。打扫卫生时会徒手捡起萌儿的青团，给他喂小红枣时会帮忙清理朵朵上的杂草。看到懂事的二小子大口吃掉了窝窝头，奶妈鼓掌夸他表现很棒，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可以说哪怕萌儿又高又壮，站起来压迫感满满，但在奶妈眼里他依旧是个需要呵护的可爱宝宝。前段时间二小子掰竹子手掌被竹篾划破流血，奶妈得知消息心急如焚，带着兽医匆匆赶来，检查后发现并无大碍，便快速帮萌儿处理伤口，药水刺激伤口非常疼，但萌儿不想让奶妈担心，他一直没有缩回手，实在受不了了就揉揉耳朵。如此懂事乖巧，难怪会成为奶妈的心上熊。领到新丰绒后，奶妈会第一时间拿给萌儿看，告诉宝贝又有新的快乐源泉可以玩了。当二小子挂在树上不愿下去拿窝头的时候，童心未泯的奶妈便撒着娇哄小家伙吃。有次游客小朋友不顾保安劝阻，不停吵闹，一向温柔的奶妈很生气，担心萌儿应激，随后又来到外场时刻守护着自家好伴儿。母子俩同框的画面一整个岁月静好。当徐老爷在搬东西，萌儿好奇八门偷看，细心的奶妈赶紧伸手招呼他别被吓到。二小子似乎听懂了，乖巧的点头答应。奶妈离开后也真的没有再去凑热闹，可见萌儿和奶妈的感情是双向奔赴。先前二小子的零食被乌鸦抢走了，于是奶妈送完加餐没有离开，而是守在他身边，边观察乌鸦的动向边提醒萌儿吃快一些。只能说虽然萌儿小时候没有得到妈妈的爱，但奶妈的出现却让他知道了被宠爱的滋味。对方来投喂时，原本想好好做训练的萌儿突然倒下并翘起脚脚撒娇要奶妈喂到嘴里，粘人程度就连黄脸奶爸看了都会泪目。但有时奶妈和萌儿有意的小船也说翻就翻。这天萌儿透过窗户发现奶妈拉了筐笋过来，嘴馋的他立马叫住对方想要几根笋咪西咪西，可协商无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奶妈渐行渐远。萌儿满屋子乱窜，奶妈不爱熊家了，以往爱干净就连青团都有固定排放点的他，这次气得直接随地大小便还到处甩屎，这或许就是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吧。只希望如此乖巧懂事古灵精怪的萌儿能得到更多姨姨的关心和喜爱。女明星福宝不愧是社交达熊，不仅带火奶爸还交到了新朋友。自从福宝隔壁搬来了皇太子草呵呵，两只语言不同的小熊就开启了聊天模式。
这天，小福吃饱喝足后趴在草坪上休息，毕竟把神树坪打造成神坪还是很费力的。正当福宝美滋滋畅想未来的黄土高坡时，隔壁呵呵的咩咩叫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虽然有些警惕陌生气味，但奈何好奇心太强，小福来到墙边，透过缝隙张望阿尼哈塞优，或许是没见过揣着一口韩语的小熊。据说此后呵呵一天到晚啥也不干，就趴在木架上遥遥望着小福了，像极了当初乐宝爬上树偷看爱宝。而先前福宝还在繁育园隔离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为了让他尽早适应群体生活，特地在两边安排了大帅熊冰城和韵韵。冰城长相帅气，号称熊猫界颜值担当，而韵韵则是会用嘴打快板的才艺熊熊。原以为福宝会花10天半个月适应新环境，没曾想他不仅没应激，还主动找冰城聊天。社牛属性简直比老爹乐宝还要厉害，就是说福宝的社牛真的不能给社恐的徐奶爸分点吗？感觉被迫营业的他真的快碎了。要知道奶爸给小福送完加餐后，都是一步3跑的逃回房间内，生怕自己出现在猫粉的镜头中。有时被游客喊住询问问题的时候，徐奶爸满脸拘谨，手脚都不会放了，像极了上学时被老师叫住的模样。感觉徐福记就是社恐经纪人和社牛女明星。很想告诉徐奶爸好日子还在后面，毕竟下个月就是福宝的4岁生日，按照往年游客和采访媒体只会更多，不知徐奶爸是否还会紧张到腿抖。其实福宝之所以如此社牛，很大原因是遗传自老爹乐宝，哪怕压根就不认识来选熊猫的江爷爷，乐宝仍热情地躺下跟他撒娇露肚皮。老江受宠若惊，以为是注定的缘分，没曾想自己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条鱼罢了。这小子竟然无论见谁都很热情。等到乐宝长到该去韩国旅居的年龄，这小子坐着叮当哐啷的全震动皮卡车，风呼呼的吹乐宝在笼子里酷酷炫竹子，就算要登机了也跟没事熊一样四处张望。感觉可以的话，他能直接在机舱里安家。来到韩国后，乐宝也紧紧拘谨了半天，下午就直接4仰8叉的躺着吃竹子了。感觉这一点福宝做的比老爹还要棒，毕竟他刚出门就直奔餐桌吃饭，还在全球直播的镜头下启动电动臀。或许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吧。回到自己家的丫丫有多幸福？虽然长公主已经吃遍各种家乡美食，但能看出加特林长笋依旧是她的心头爱，动作急切到感觉下一秒就要饿晕了。这次奶爸把窝窝头放到了野餐篮里，丫丫直接一头扎进去，脸都快挤扁了。意识到不对的她咬住提手固定住篮子，小手伸进去掏吃个窝头还这么费劲，只能说长公主情绪已经很稳定了。要是换成蒙太后，直接一巴掌掀翻饭桌，让两脚兽见识见识熊家的不好惹。或许是今天的胡萝卜过于好吃，我们鸭宝的米奇朵朵都向外了。长公主躺着炫饭时更是松弛感拉满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有多幸福。还记得去年的丫丫瘦到根根肋骨清晰可见，奄奄一息的模样就像是被抛弃的破布娃娃，如今完全变成了圆润漂亮的小公主，可见爱与不爱真的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要知道当时李奶爸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可为了继续照顾丫丫，他主动选择留下，每天勤勤恳恳地给闺女拔新鲜笋笋。长公主沐浴着阳光开吃播的时候，放心不下的李奶爸就站在门后默默观察，发现过惯苦日子的丫丫连同笋皮一起吃，奶爸心疼不已，赶紧包好再给孩子送去。以前在美国吃不到的胡萝卜苹果也通通给自家闺女安排上，感觉就算丫丫已经撑得吃不下了，李奶爸也会认为是孩子饿得说胡话了。可以说长公主能有如今的状态，绝对离不开李奶爸的呵护。其实李奶爸还照顾过很多小熊，熊熊们无一例外都很喜欢他。萌兰会陪奶爸打扫卫生击掌互动，萌二则主动亲近李奶爸跟他贴贴。当初萌大萌二刚从基地回到北东，活泼调皮的大哥爬上高台玩耍，李奶爸担心他摔着赶紧去劝他下来，结果萌大直接张开双臂跳到他怀里，虽然稳稳接住了小胖墩，奶爸腰却快断了。可见李奶爸能深受熊熊喜爱不是没有原因。都知道萌二从小就离开了萌萌，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教生活技能，导致二小子吃笋都不会剥皮，急了就直接上嘴咬。李奶爸就把笋包好再递给萌二，二小子也很乖，吃完就乖乖等下一根。在此期间，他也终于学会了如何剥皮，也学会了人教版龇牙咧嘴掰竹子。此外，李奶爸相处最长的熊猫当属萌萌，不仅陪他长大，还带着小家伙去四川相亲，看着萌萌找到自己的心上熊结婚生子，并无微不至的照顾闺女坐月子。可以说北洞熊猫能活得这般悠闲自在，离不开饲养员的暖心呵护和默默付出，而这想必就是保护大熊猫的真正意义。灵岩最大的黑粉就是奶爸爸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相爱相杀。看这家，哎呦我的妈，像一只待产的小母猪躺在这儿，你看这猪，你看这个肚子，有熊发光，有熊发亮，而显眼包灵岩不一样，他在发胖，就连奶爸都忍不住吐槽好大，说他肚子圆滚滚像待产小母猪。要是灵岩知道奶爸在背后蛐自己，铁定得变着花样卖惨把他挂网上。而奶爸不光会爆料灵岩缺乏身材管理，还把男明星的偶像包袱毁得一干二净。灵岩放屁臭不臭？挺臭的。就是说好歹俺们胖岩是身家千万的熊，雷达奶爸还是给好歹儿留点面子吧。
每当胖妍疯狂整活吸引美女一注意时，奶爸总会猝不及防的出声干扰好大人，吓得胖妍一激灵，直接表演熊羊马翻。终于明白他为何跟奶爸不共戴天了。这天奶爸去给麦麦送冲天笋和苹果，胖妍扶着墙眼巴巴瞅着，感觉都要碎了。于是当他吃完自己那根火箭炮笋后，直接扭头去捡地上的笋皮吃，企图卖惨。姨姨们快看，熊家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呀！只能说奥斯卡都欠灵妍一座小金人。但其实奶爸并非偏心麦麦，而是无论先给哪只小熊送加餐，灵妍麦麦都会吃醋耍小性子。但胖妍气过后还是会乖乖吃饭，麦麦却耍小性子要把自己给饿死。看来麦公子才是鸾动食物链顶端。不过胖妍也不是任人拿捏的熊熊，把奶爸挂网上后，他又跑去门边尿尿，嘘嘘就顺着门缝流到了麦麦的场地。麦公子气炸了，奶爸叫下班都不回去，生怕自己的脚不小心沾到胖妍的嘘嘘。只能说灵妍这小子是懂杀熊诛心的，恐怕唯一能拿捏他的只有美女姨了。当美女姨举着手机合影留念时，胖妍表面傻乎乎，实则心里美得冒泡，真怕他一不留神比个耶出来。而这已经是胖妍控制情绪的表现了。先前他完全是一副不值钱的样子，流鼻涕吃汉笑，还一边拖脚脚，怎么感觉这小子又猥琐又可爱呢？都知道胖妍最喜欢猛男粉，很多游客就专门穿粉衣服去看他。胖妍也很给面子的和姨姨们贴贴，可当一位博主穿着粉衣服去看他时，胖妍瞥了一眼就一言难尽的低下了头。他跟我这粉色的。对此灵妍只想说，虽然喜欢粉色，但熊家喜欢的是女粉的粉。你的娃都出去了，你应该没问题的。这是草草即将去野外引种前的画面，满怀担忧的谢奶爸一遍遍嘱咐他，表面安慰草草，但更多的是在安慰自己。草草1岁多被工作人员从野外救助，长大后又参与了待宰野培计划。他的孩子淘淘和花椒都被成功放归野外，因为草草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还很亲人，他被选中参加首次熊猫野外引种计划。照顾草草最久的谢奶爸显然难以接受，不可置信的反复询问这是不是真的。这是草草，确定是草草。对，确定是。谢奶爸深知野外生活危险重重，草草虽具备生存能力，但毕竟年纪较大，他担心熊孩子出意外再也回不来了。那2个崽出去了，现在又轮到他了。但是接下来他会怎么样，那我也不知道。而且他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所以担心还是难免的。但野外引种关乎熊猫种族的生存和壮大，谢奶爸虽有万般担忧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他本想在临走前亲自投喂草草和他说说话，但毫不知情的草草一直在山上睡觉没有下来，谢奶爸只好亲手为熊孩子准备食物，竹子多到铺满了整个院子和内舍。可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，奶爸掉头狂奔，他还有很多嘱咐的话还没跟草草说。于是换好熊猫服后，奶爸再次来到熊舍。草草，明天就要放了，现在还看不到。哎呀，还想给你托付几句。正当谢奶爸连连叹息，以为又要跑空时，草草惊喜现身，并咩咩叫回应对方。奶爸赶紧又抱来大捆的竹子给他吃，希望他能在离开前吃得饱饱的。这时某不知名邻居突然跑过来凑热闹，我再给草草托付几句，你不要吵，保持安静啊。随后谢奶爸像老父亲一样不停唠叨，告诉他遇到危险别硬刚，直接爬树躲避。遇到问题还是躲避的好啊，不要硬上，有些东西你打不过的，没办法就跑出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保护好自己再说。草草则边吃饭边安静听对方碎碎念，还时不时回应，告诉奶爸自己记住。奶爸没有说那么多煽情的话语，只是一遍遍叮嘱草草照顾好自己。能看出谢奶爸是真把她当亲闺女了。而体检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草草后，奶爸百感交集，努力控制眼中泪水不让滑落。随后草草留下自己的掌印后被抬到了野外，他带着奶爸的不舍以及壮大种群的使命，踏着从容而又伟大的步伐走进山林。而谢奶爸则一直紧紧盯着草草的背影，就算早已消失不见也不肯收回目光。原来爱真的能跨越物种，希望每个熊孩子都能遇到有爱的饲养员。福宝回国后的生活有多幸福，遇到了2位暖心有爱的饲养员。眼前这位给福宝喂果果的饲养员，正是曾经照顾青瓷的谢庆阳奶爸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有10多年的饲养经验，如今被安排和徐奶爸轮班照顾福宝。现在我们饲养犬团队当然有3个饲养老师嘛，如果我去这样，他们就会去喂小福。前2天徐奶爸还带着谢奶爸打扫外场，并仔细介绍福宝喜欢在哪个地方吃饭。或许是察觉到谢奶爸一脸善意好相处，福宝跟他相处没几天就开始拿捏对方了。午餐时间，谢奶爸送来了大号笋笋，可福宝却一直赖在室内不肯出来，非要对方给自己按摩按摩。只能说小福是懂得拿捏每一位奶爸的，谢奶爸只好给他拿了块窝头垫垫肚子，紧接着送上马杀鸡服务哄小公主开心。心满意足的小福这才慢悠悠地走出内舍，一屁股坐在门口继续炫着美味笋笋。当福宝跑到小卖部门口要苹果吃的时候，谢奶爸有求必应，还切成小块喂到嘴边，满脸的宠溺和喜爱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可见福宝之所以如此亲近谢奶爸，
绝对是他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结果。不仅如此，社恐的徐奶爸为了照顾好福宝，更是从他展出起连续10几天没有休息。都知道徐奶爸社恐，采访时紧张到发抖，就连被猫粉叫住都会拘谨的像个小学生。可当游客不小心把相机盖掉入外场后，徐奶爸亲自来到墙边，请求大家文明参观。点进去了，我是说各位朋友把手里的东西拿好，对不对？水管镜啊，盖个镜头盖啊，矿泉水啊，把东西小心点好。并且奶爸还仔细检查了一圈外场，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掉落物品。能看出徐奶爸是真心把福宝当闺女疼。平日里奶爸给福宝送加餐时，会贴心的先拿给他看确认数量，防止小家伙一会找的时候遗漏。并且徐奶爸还会做丰容给福宝玩，只是小福太聪明，轻松就把笋笋拿到了。没准小家伙还会吐槽奶爸太小看自己呢。想必正是有奶爸们的暖心呵护，福宝才能在新的环境里肆意玩耍。当奶爸在外场忙着打扫卫生的时候，福宝目光一直依恋地追随着对方。奶爸扛着残株回去，小福也跟着走动，可见他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陪伴奶爸。如此乖巧懂事的小熊，怎能不让人喜爱？想必有谢奶爸和徐奶爸的暖心呵护，福宝未来熊生绝对能开心快乐每一天。王小五就是下凡来历劫的吧？熊生主打一个跌宕起伏。前段时间小五的跑车因泡水被送修，失去快乐源泉的他趴在木架上郁郁寡欢。为了安慰小五，院长重新翻修了莽家大院，不仅装了新的木架和独木桥，还配备了滑梯。小五终于不用扶着树仰天痛苦了，而是和老妈一起快乐探索新家具。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。也不知莽妞妞是不是故意误导好大人，她竟双手紧紧扒着两边，然后弯腰弓背，一步三滑的从滑梯下面爬到了上面。这奇葩操作给小五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于是他也尝试着从滑梯下面爬上去，谁料脚底都跟抹了油似的打出溜滑。当小五抬头看到莽妞妞一脸坏笑后，聪明的他立刻明白自己被老妈给骗了，于是火速爬上木架，打算反其道而行之。没想到这小子真找到了正确玩法，一整天都在木架和滑梯上度过，就连下班都是被外公强行抱走的。原以为小五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没曾想半夜莽妞妞嘴馋，出门把包滑梯的竹竿给啃了。对此熊生跌宕起伏的小五只想说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就是说小五其实是下凡来历劫的吧？小小年纪就承受了生命不该承受之痛。但好消息是小五又能开着豪车去撩妹了，并且莽家大院再一次重新装修升级，不仅修好了被莽妞妞啃坏的滑梯，还彻底翻新了木架，整个外场焕然一新。而且工人们还在场地内挖了个大坑，把树杈子种进去，小五坐上去刚刚好。只不过这根树杈怎么越看越眼熟？好家伙，这不是小五的专属雄侧吗？要知道小五年纪虽小，但也有明星包袱，因此上厕所时都会找个很隐蔽的角落。这根树杈就给他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。而看到上厕所的树桩变成立体的了，小五只想说这和大街上拉屎有何区别？不得不感叹小五这熊生履历可真精彩，每天不是被抄家就是招惹妈妈后挨揍。这天小五在莽妞妞肚皮上蹦迪，于是被对方毫不留情地扔下了木架，不服气的他原地撒泼打滚咬手手。等到外公来收小五下班的时候，他气呼呼的要对方给个解释，你闺女揍我，让他给我道歉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外公也很无奈，只能强行抱着小五下班回家。可就算这样，他还在边哭边反抗。就是说要不让莽妞妞道个歉吧，毕竟以后揍小五的次数还多着呢。